和妓女录制综艺当天，我意外被绑定了一个高情商发言系统。自此，我对天对地对空气，路过的单身狗都遭到我10万点暴击，人美嘴甜的作精人设彻底崩塌。原本走毒舌人设的妓女躲在角落哭唧唧，呜呜呜，骂完他就不能骂我了。我揪住他后脖领，一脸兴奋，瞧你那点出息，起来嗨！节目火了，热搜炸了，我被网友辣评为地表最强后妈。我妓女陆媛媛是娱乐圈冉冉升起的流量小花，这孩子人美声甜，演技好，可惜是个纯纯恋爱脑。她年前接了一部仙侠戏，正值热播期，好好的 CP 热度不要，被影帝4月谷的5迷3道的。听经纪人说，她参加了一部亲子综艺，临片酬出演她也要上。她亲爸早亡，陆商怀又是个工作狂，一天5000万的大生意，没工夫陪他玩小孩子过家家类游戏。无奈之下，他求到我赵依然陪我上个亲子综艺吧。我本来是想拒绝的，但实在好奇他和4月的八卦。当然，我主要是为了近距离欣赏男菩萨池佩年、鲨鱼线、狼狗腰、剑魔脸，光是想想就让人嘶哈嘶哈，心神荡漾。虽然人前我是端庄庄重的豪门阔太，但私下里人家只是个年方28、青春貌美的有志青年，永远年轻，永远为男菩萨疯狂心动。录制前一晚，陆媛媛特意到房间培训我，赵依然，真人秀你知道吧？说话好听一点，端庄一点，别让人抓到黑料连累到我，不然我就让我爸和你离婚。陆媛媛这话让我笑得直捶墙。她太年轻，不懂什么是父母爱情。想到这里，我拿出手机给陆商怀拨了过去。视频电话很快被接通，录出来陆商怀那张冷若冰霜的面瘫脸。家里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就不能找哥哥了吗？我想哥哥不行吗？我掐着嗓子，声音嗲得陆媛媛直犯鸡皮疙瘩，掐着我100，你正常点，我害怕。哥哥，你什么时候忙工作？我有一套很好看的衣服，想穿给你看。屏幕那边，陆商怀像是想到什么一样，耳尖泛红。半晌，他扯了扯领带，我在开会。说完，转了下手机，露出他后面的全背景，一会议室的公司高管。妈蛋，丢脸丢到姥姥家了。我刚想挂断视频，就收到了银行卡到账500万的信息提醒。那边陆商怀隔着手机哑着嗓子诱惑我，狐狸耳朵手感很好，多买几件。陆媛媛不是不通人事的小孩，在清楚话外含义后，自掐人中退出房间。当晚我做了个分外绮丽的梦，梦里有山有水有狐狸。小时光由6位明星艺人和其携带的6位亲属嘉宾构成。我和陆媛媛坐的保姆车路上出了点故障，最后到场。小时光的同组嘉宾中刚好有陆媛媛的死对头季佳佳。这2人资源不同路，但是同是上升期小花，见面就掐，粉丝们也打得你死我活。见陆媛媛迟到，季佳佳火速开炮，真羡慕媛媛姐，不仅长得美，命更是好。资源代言拿到手软就不说了，就连这出场都是分量级的压轴。我要是有媛媛姐的命该多好，就能多睡会懒觉，不用站在这里白等话一开口，我就知道她是老地罗春了。季佳佳的话火速引起打工人的共鸣，弹幕开始顺着她的话骂陆媛媛，最讨厌陆媛媛这种大小姐，早起一点能死吗？害得全体工作人员站在那里等她。不会吧，不会吧，陆大小姐不会以为压轴出场能显示出自己的咖位吧？早就听说了陆媛媛仗着出身耍大牌的八卦，没想到真是百闻不如一见。陆媛媛不服，想和季佳佳争辩，没等她说话就被我按住。引人美声甜，出身好，无奈长了狗脑子，对人对不到点上，不出3句话就得被这小绿茶套里面，放着我来。陆媛媛瞳孔地震中，我天灵盖离家出走。天知道，我只是想让陆媛媛小心点，怎么话一出口就变成了对人的话。正想着呢，就听见脑海中响起一道声音：宿主你好，我是高情商发言系统，经检测发现您的资质与本系统高度匹配，请您超常发挥，赛出成绩，赛出自我。在情商值达到满分后，系统会与您自动解绑，并满足您一个愿望，加油哦！愿望能改变人体器官的大小吗？当然。我倒吸一口凉气。系统尽恐怖如斯。推开陆媛媛后，我对着季佳佳勾唇浅笑。人的命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不过看你那笨样，打拼一辈子也不如别人奋斗1个月。我劝你，有悲天悯人羡慕他人的功夫，不如好好锻炼一下自己的演技。真人秀上姐姐长姐姐短的演的叫一个亲切，怎么到了电视剧里就五官乱飞，呆若木鸡呢？季佳佳被我气得直捂胸口。你怎么可以这么说？真是抱歉呢，我应该说你的演技赛过1000年的狐狸，万年的花皮。哎呦喂，5毛钱一条的水军评论你也就看看得了，骗人多了别把自己大里面。都是2人8W， 你在那里装什么活菩萨呢？有本事就把综艺片酬捐了，无偿反馈粉丝作为福利。没这本事就别唧唧歪歪。网友本来是想骂我的，听我这么说，直接看热闹了。
季佳佳脸青一阵红一阵，指着陆媛媛，让我捐综艺片酬，你怎么不让她捐？这话把我逗笑了。我搂住陆媛媛的肩膀，直接道：她参加这综艺要个屁的片酬！这恋爱脑被经纪人一忽悠，听到她男神要参加这综艺，连片酬倒贴也要上，还让她捐片酬，要我直接把她恋爱脑掏出来进行慈善拍卖，1块钱一个，你要不要？季佳佳原本气得不行，听我这么说，没忍住蹲在地上狂笑不止。陆媛媛的小脸由白转红，含泪拉住我的手：赵依然，你真是我后妈！呜呜后妈，弹幕也快笑死。什么叫伤敌1000，自损1万？赵依然的操作直接让我笑出鹅叫。我的妈！千算万算没想到 ，WULI 美艳御姐的皮下居然长了一颗绝顶恋爱脑。好家伙，不愧是后妈，冲进人群就是嘎嘎乱杀。陆媛媛，后妈是自己人，别开炮。赵依然，哈哈哈，他妈的！我杀的就是自己人。当天，井号后妈狼人自爆井号陆媛媛绝顶恋爱脑井号陆媛媛男神到底是谁井号的词条图榜热搜。迟到虽然不是陆媛媛的锅，但终归影响了综艺的拍摄进度。作为补偿，陆媛媛请全剧组人喝奶茶。并不是所有人都喝到奶茶。季佳佳和他表哥看着空空如也的桌面，大眼瞪小眼。季佳佳为什么不请我喝？陆媛媛，你怎么这么小气？陆媛媛，哈哈，你喝个屁！被牵连的季佳佳表哥，为什么我也没有？男子汉从不点名要奶茶。综艺的录制片场是凉州的一处民宿，抽签分配好房间后，嘉宾们便提着行李箱入住。晚间，我和陆媛媛刚洗漱完毕，就听见一阵敲门声。陆媛媛懒得动，便给了我一个眼神，示意我去开门。我也懒得动啊，奈何这小妮子装哭，用白天我接她老底的事情拿捏我。我无奈转身，不情不愿走到门前，挖好优越的五官，怪不得那么多女生喜欢泽，就是可惜看不。我话音未落，已经躺在床上的陆媛媛便一咕噜窜起来，化了个素颜妆，穿着米色连衣裙，袅袅行至门旁。怎么是你？不过短短2秒，陆媛媛那张小脸上便有7种情绪交替更迭：惊喜、失落、遗憾、平淡、好奇、沮丧，还有一抹被欺骗的愤怒。赵依然，你怎么瞎喊人呢？我耸了耸肩膀，哼唱出声。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来人不是陆媛媛心心念念的影帝思月，而是最近很火的男菩萨池佩年。池佩年原本是个低调的音乐人，今年年初他在江边救了个溺水的幼童。当然，他火起来并不是因为见义勇为的英勇事迹，而是一条被色批网友疯传的救人视频。视频里，他因为跳水救人，衣衫浸湿，水珠顺着发丝下滑，紧致饱满的肌肉线条分外晃眼。短短20秒的视频被色批网友们循环播放，总点击量破5亿。几百万的网友在池佩年的社交账号下面喊话，要他再多发点腹肌美照。可池佩年本人是个清心寡欲的老干部，喂到嘴里的流量死活不愿意用。他只叫网友多多支持他的音乐作品。池佩年业务水平过硬，引得不少肉体粉转变为事业粉。面前的池佩年身着白衬衫，好身材一览无余，远比包浆视频中的更加获人眼球。就算陆媛媛对池佩年无感，可看到他的腹肌，还是忍不住小脸一红。你敲门是有什么事吗？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看你只吃了几口西兰花，我猜你应该是胃口不好，这个酸甜适度，很开胃。池佩年说着，递了个用紫色绸带缠绕的透明塑料盒，里面装着10来颗挂着糖霜的山楂球。你胃口不好？什么时候？我扭头看向一旁的陆媛媛。陆媛媛愣了一下，瞪着我，后妈实锤。我下意识反击，少来，你是我亲闺女。那你说说我饭后吃了几只鸡腿？陆媛媛红着脸，气鼓鼓地瞪我。我摆了摆手，一转头就看见池佩年唇角微勾，带着几分笑意。很明显，陆媛媛也看见了。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他以为池佩年在嘲笑他，嘴巴气得圆鼓鼓，像塞满了坚果的仓鼠。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可爱的人？这句话分明是个问句。可他说这话时眸中带着认真，像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完全不给人反驳的机会。池佩年的笃定直接烧猛了陆媛媛的 CPU。他比划着手指问我：赵依然，刚才他是不是在说我可爱？我点点头。陆媛媛闻言突然很生气地打落池佩年的山楂：你才可爱，你全家都可爱。说着，他将我推进屋，只留池佩年一个人在外面捡拾地上的山楂。那可是我心心念念的男菩萨呀，我怎么可能放任他一人在外面捡山楂？几乎没有1秒犹豫，我拿着钥匙和手机便出门。别生气，媛媛她不是针对你。媛媛因为家庭关系最讨厌别人说她是小孩子。之前我和她第一次见面就夸她可爱，结果她和我生了好久的气。抱歉，我没想到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池佩年没有过多解释，眼里流露出的更多是懊恼和沮丧。说开误会后，我要来了池佩年的联系方式。
我发誓，我绝对不是想偷看他朋友圈的身材照，也确实没有身材照。我只是单纯的想要开解两个小年轻之间的误会而已。陆媛媛对我这种见色忘义的行为异常不满。我一回来，她就把我按在床头审问：“赵依然，你说老实话，你是不是馋人家身材好？”放屁！我生是陆商怀的人，死是陆商怀的魂。就算他以后比我先走，我也绝对不会看那些年轻老头一眼。在陆商怀面前，男人不过是服人而已。我昂着头，控制不住说真心话。就在我表忠心结束后，房间里响起陆商怀熟悉的声音：“媛媛，别闹，把手机给你小麻。”我对陆媛媛做了拿捏的手势。这小妮子一撅屁股，我就知道她拉什么屎，还想和陆商怀举报我，剥夺我和菩萨面对面的资格。哼哼，想他都不要想。在我心中，男菩萨虽好，也不如陆商怀这棵衰草。该说不说，一天不见，我还怪想他的。说了无数骚话，如愿看到陆商怀泛红的耳尖后，我又和他聊了会八卦。你不在县城，你不知道，池佩年那小子一整个行走的未来女婿。我都没注意陆媛媛晚饭吃了多少，他就发现他胃口不好。这种细节控，我真是……话说到这儿的时候，陆商怀突然抬头问我：“晚饭你有没有正常吃？”闻言，我抽了2下鼻子，呜呜，哥哥不在我身边，吃饭都不香了。你别信赵依然，他吃的特别香，一连干了4只鸡腿。偷听的陆媛媛反将我一军，发出恶魔般的咆哮。陆商怀没生气，脸上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低声骂了句：“小没良心的！”把陆媛媛插在门外后，我继续和陆商怀聊八卦。就在刚刚，池佩年夸媛媛可爱，可爱。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媛媛不是最讨厌别人说她可爱。我猛点头，话是这样说没错。但是你不知道，池佩年有一首歌叫《喜欢》，里面有一句歌词是可爱是喜欢的开始。别以为我多想，5分钟前我就看到他分享这首歌。这不是喜欢是什么？这不是恋爱是什么？他真的，我哭死！一瞬间，我姨母心爆棚，呲着俩大牙狂乐。突然，屋内凉风阵阵。我一抬头就看见陆商怀脸眸看我，眸中蕴含着一股危险的味道。5分钟前去看新家的陌生男人的朋友圈，还听完了整首歌。赵依然，你真是越来越有本事了，漏！太得意忘形，我忘记陆商怀是个顶级粗刚了。换做平常，我肯定得腰酸腿软个几天才能把人哄好。但现在有高情商发言系统在，我还怕这？我抽噎了2下鼻子，反客为主。陆商怀，你居然叫我全名！喜欢人家的时候不是叫依依就是叫宝贝，现在居然叫我全名。你老实交代，你外面是不是有人了？倒打一耙的操作惹得陆商怀一愣，趁他猛，我继续飙戏。男人果然都是大猪蹄子，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陆商怀，你要是外面有人，你先告诉我，我一定会在新人成为陆媛媛的后妈前先嘎了你。本来是想说收拾收拾包袱，滚出陆家的，但系统在侧，不小心把实话说出来了。嘎了你3个字一出来，我在陆商怀面前努力维持的人没嘴甜的小作精人设崩塌个彻彻底底。不等我和陆商怀大战300回合，手机因电量不足自动关机，视频通话被迫中断。晚上睡觉前，我脑海中不断浮现出我人设崩塌时陆商怀脸上的表情。他并不惊讶，嘴角似乎还挂着一抹笑。果然，他不仅喜欢我的外表，更爱我甜美外皮下的火辣灵魂。晚间，我又做了个很安静的梦。紫藤花开满的小院里，陆商怀站在一旁陪我荡秋千。突然，秋千飞得老高，我猝不及防被甩了出去。我以为会粉身碎骨时，陆商怀出现在我面前，抱住我。他不发一言，可我却觉得此间生死相许，俱在其中。陆媛媛是个没心没肺的孩子，睡了一觉的功夫，就把池佩年骂她可爱的事情抛在脑后。我还在洗漱，她已经打扮好，穿着漂亮的碎花裙来到我面前，脸上满是压也压不住的喜悦。赵依然，有件事你绝对猜不到，你早上碰见思月了，和他说了一会话，他还夸你穿的裙子很漂亮。我越说，陆媛媛的表情越震惊，说到最后，他一整个怀疑人生的表情。赵依然，你老实说，是不是在我身上装监控了？装个屁！就你狗肚子装不了2两香油的人，还用得着监控？陆媛媛委屈无助可怜，但是又骂不赢。JPG， 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何况是陆媛媛这种脸上藏不住一点事的小姑娘。一个上午的功夫，小时光的嘉宾便猜出来了我之前爆料陆媛媛零片酬也要倒贴的男神。季佳佳最沉不住气，早饭过后便凑到我身边求证：依然姐，陆媛媛的男神是不是思月呀？我给了她一个只可意会的眼神，真好啊！傻子都能看出来季佳佳气得想骂人，可又骂不过，只好对着空气输出了一波王八拳。当然，我的本意不是想骂季佳佳是傻子，我只是惋惜，我那么看好的 CP 即将迈入 BE 的边缘，连季佳佳都看得出来陆媛媛对思月的喜欢，池佩年又怎么会看不出来？
一连数天，陆媛媛总是和思月黏在一起，看山看水看风景。能和男神近距离接触，陆媛媛自然乐在其中。只是有一点她很不满，她和思月约会的时候，我和池佩年总在两人附近徘徊。摄像大哥的镜头给到这里时，网友隐约看出来陆媛媛、思月、池佩年三人间的修罗场。不同于恋爱综艺中糖点的浪漫直白，慢综里夹缝吃糖的感觉带着一种天生的刺激。网友为此你来我往 PK 个不停。丝绸之路 CP 粉高喊双向奔赴的言情大旗，陆媛媛暗恋思月的眼神藏都藏不住，快给我甜妈了！呜呜呜！暗恋的男神恰好喜欢我，这是什么言情小说的剧情啊？这还不磕？等什么？死路漫漫 CP 粉握紧深情忠犬攻势。思月喜欢陆媛媛，喜欢个屁！真要是喜欢，他怎么没有注意到陆媛媛芒果过敏，还给他点芒果沙冰？要不是池佩年过来及时，陆媛媛很可能过敏住院哎。无时无刻不注意你，在意你，关心你的一举一动，记住你所有的喜好和雷点。这种深情细节控忠犬，我一整个磕爆好吧。除了这两种 CP 粉，还有来者不拒的 all in 党。什么你爱我，我爱他的修罗场大三角剧情，咱就是建议一整个拿下。就是 only two。CP 大乱炖，网友激情磕糖，小时光的收视率节节攀升。池佩年的喜欢比起陆媛媛的暗恋分毫不差，只是多了几分含蓄。陆媛媛感情迟钝却不傻，更何况池佩年爱意那般浓厚。只是他不撞南墙不回头，认准了思月便不会轻易放弃。几经试探确认池佩年的感情后，他直接约对方出来见面。两人约会，我不好以家属的身份列席，无所谓，我会偷偷跟在他们身后，然后吃瓜。和池佩年见面，陆媛媛穿得异常随意，一身米白色的运动套装，随手挽了个丸子头，远远比不得她和思月见面时的精致上心。我这个吃瓜群众都能看出来的区别对待，以池佩年对陆媛媛的关注，又怎会看不清？可在他眼中，看不见任何恼怒或是不甘。人气活泼的打扮很衬你，真心实意的夸赞让陆媛媛一愣，她有些怀疑是不是她太自作多情了。事实上，池佩年对她的温柔体贴不过是性格使然，换做其他女嘉宾也一样。不然，他为什么会对她的随意穿搭无动于衷，甚至还真心实意的夸奖？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思月和他约会时不修边幅，却精心打扮赶赴其他女人的邀约，那他心里肯定酸得要死。陆媛媛从来藏不住事，怎么想便怎么问。池佩年，你喜欢我？一个疑问的语句还没达成，陆媛媛便收到了池佩年肯定的答复。我喜欢你。毫无疑问，陆媛媛头一次感受到如此直球的表白方式，这不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接受到异性的表白。可在池佩年之前的表白，目的或多或少都不纯粹。有人为了陆家家业，有人为了在好友面前展现那份异性吸引力，还有人因为她漂亮，当女友带出去拿得出手。池佩年是第一个让她感受到如此纯粹情绪的人。陆媛媛愣了好半晌，才从纷乱的情绪中回过神。那你为什么一点都不在乎我对待你时分外随意的穿搭呢？不是不在意，只是在你面前，喜欢高于一切情绪。因为喜欢，所以我不想让其他情绪影响你。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心酸吃醋，唾骂思月10000遍呢？我不说，只是不想看见你被我的情绪牵动。听池佩年这么一说，陆媛媛的心好似一团乱麻，无处安放。于是她刻意为难池佩年，喜欢就喜欢好了，为什么要让我知道？你这样真的很烦哎。老实讲，要不是现在吃瓜群众的身份很尴尬，我都想跳出来狠狠揍陆媛媛的屁股。我对面伪装成盆栽的季佳佳已经骂嚷出声，受不了了啊！陆媛媛这个小作精，多大的人了，怎么还像个孩子一样无理取闹？真想过去打醒他，虽然他在某种程度上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但是我的妓女只有我能对。闭嘴，你个柠檬精，再唧唧歪歪，信不信我一铲子拍扁你？陆媛媛有人疼有人爱，她愿意做就做，羡慕嫉妒就直说，实在不行拿块小手绢擦擦嘴角的口水，看这么久馋坏了吧？被我这么一对，下意识擦嘴巴的季佳佳后知后觉回过神，干！恨恨不平的季佳佳反击道：陆媛媛这么做，我就不相信池佩年还不发脾气。话音刚落，他便收到来自池佩年的10万点暴击。因为是你在问，我便不想有任何隐瞒，而且我也想在爱人面前给自己一次表白的机会，即便他不喜欢我，我也想让这份爱意坦坦荡荡被他知晓。可我喜欢思月，喜欢你是我的事，只要你在，我在，爱便在。你们一天没官宣，我便有机会偷听两人讲话的我和季佳佳异口同声，妈蛋！这还不磕，纯爱战士我见过，像池佩年这种温柔又霸道、忠犬又直球、体贴入微的，我愿称之为纯爱战神。面对这样一番剖心的表白，陆媛媛肉眼可见的慌了，脱下来的运动外套都不记得拿便夺门而出。池佩年立在原地，看着陆媛媛远去的身影，没有言语。我和季佳佳在后面互掐人中。
季佳佳，单身狗受不了这委屈，我扶正起来，我还能磕1万年。池佩年的话带给陆媛媛的震撼异常持久。不仅如此，他甚至让陆媛媛怀疑起他对思月的喜欢。我一回来就看见陆媛媛手捧着一盆仙人掌，一边拔刺一边念叨：喜欢不喜欢，喜欢不喜欢。哎呦，我的乖乖，你疼不疼？陆媛媛下意识搭腔：不疼。没问你，我说的是他。我接过被陆媛媛祸害的差不多的仙人掌，数落他：你这个恶毒的女人，怎么能对小可爱下手呢？赵依然，你能不能有点良心？我正在为我的终身大事发愁，你居然和我谈仙人掌。我将仙人掌放好，转过身看陆媛媛，有什么可发愁的？我要是你，就无脑冲池佩年。在你面前，喜欢高于一切情绪，擅冲这就秒了。那个随时随地板着脸看不出来情绪的思月有什么好？别说是人了，就算是皮糙肉厚的熊和思月在一起，都得被他冻成冰棍。放弃吧！陆媛媛脑内灵光一闪，而后愤怒出声：赵依然，你偷听我和池佩年讲话，声音巨大，吵得我耳朵疼。我摇了摇手指，对着他 no， 这不叫偷听，这叫直奔吃瓜第一现场，获得一手情报来源。等你像我这个年纪，你就晓得吃瓜的美妙。陆媛媛当然没听进去我的话，她不仅没听进去，还说我这种没心没肺、没脸没皮的人不懂感情。这我可就生气了。我当即怼回去：感情我有什么不懂的？那不就是少做多说，用7分真情演出10分心动。话音刚落，我就听见砰的一声，水晶球掉落在大理石地面，发出脆响，碎片四散。我面前站着一个风尘仆仆的男人，他略带疲惫的脸上本该写满兴奋，此刻却被愤怒取代。陆商怀，他来了。陆商怀，你怎么会过来剧组？少做多说，用7分真情演出10分心动。赵依然，你告诉我，你对我的感情里用了几分真情，几分假意？我和陆商怀几乎同时开口，情绪却截然不同。我震惊于他的到来，他愤怒于我的感情。陆商怀修养很好，就算生气也不会做出那种失控伤人的举动。他抿着唇，眸子黝黑，看上去分外冷静。只是被他注视的人才知道陆商怀的眼神有多么骇人，像黑洞一样让人心底发麻。陆媛媛捕捉危险的能力很强，气也顾不上和我生，跳着脚跑出房间。现在要是不抓紧机会逃，再待下去便要命了。瞬间，空阔的房间只留下我和陆商怀2人。陆媛媛走后不久，陆商怀便主动出击，将我扑倒。他看向我，眸光写满侵略和威胁。我看着这样的他，忍不住失神。很快，我就被唇上的疼痛唤醒。陆商怀，你是狗吗？咬人咬得这么疼？我就算是狗，也是一只有良心的忠犬。你不是要做生意吗？你来这节目做什么？我要是不来，怎么知道你还有功夫想别的男人？放屁！我什么时候想过别的男人？池佩年不算，那是我看中的未来女婿。一番鸡同鸭讲、驴唇不对马嘴的沟通过后，喜色和理智才重回陆商怀脸上。安抚他的过程中，我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未来的1星期里，我都不能穿低领衫。狗男人一点都不避讳，这还在录制综艺呢。钱不是万能的，却足够陆商怀留下来，成为小时光的常驻嘉宾。他并没有和我一起作为陆媛媛的邀请嘉宾，而是打通池佩年的关系，以他远房表哥的身份出席。陆商怀今年30有5，保养得宜，加之从商多年，走南闯北，眼界气质不输场内明星。他刚一露面，就得到网友的广泛关注。当天，井号3小时，给我这男人所有资料井号的词条便高挂热榜第1。3小时后，热度火速下降。我以为是陆商怀讨厌过多曝光，直到晚间，我用陆商怀手机在蛋仔派对厮杀，意外看见秘书发来的消息：陆总，您的吩咐我已经办好，手比脑子快。我意外点开了2个人的聊天页面，消息是陆商怀先发的。我不想在社交上看到诸多关于我身份疑问的信息，通知节目组那边避免此类词条的营销。陆总，适度曝光对咱们企业有好处，您上节目不就是出于这个考量吗？我上节目纯属出于私情考虑，钱多钱少可以再挣，夫人只有一位，弄丢了她，我可没处寻找。夫人胆子小，缺乏安全感，我可不想让她患得患失。我看消息的功夫，陆商怀已然梳洗完毕，内里真空，只裹着一件浴袍，便站在我面前。薄荷味的气息萦绕在我鼻尖，久久不能退散。因为刚洗完澡，他发丝未干，细腻的水珠滴滴下落，垂在我眉间。他眸色偏灰，眼眸看人时带着几分漫不经心的诱惑。一眼望去，他像一只等待猎物自投罗网的狐狸，专门诱捕我这种色胆包天的猎物。咕嘟，我没忍住，咽了下口水。我的小动作自然难逃陆商怀的法眼，不止难逃，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取悦到了他。我看不惯他那种肆意潇洒又置身事外的模样，干脆出手挑着他下巴，妞，给爷乐一个。陆商怀抿着嘴不理我。
我勾住他脖子，不乐。那也给你乐一个。我呲着门牙，乐得正欢，就听见陆商怀的声音：依依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我可爱？我笑容渐收，心里多少怀疑陆商怀这是不是在嘲笑我。我的怀疑还没维持几秒，就听见陆商怀低声的控诉：双标。那么一瞬间，我脑海灵光一闪，嘴角的笑容再也收不住。他不是在夸我可爱，而是含蓄的表白。那天我和他讲述池佩年对陆媛媛的小妮子的相处之道，我以为他一听一过，当个八卦趣事，可他却抓到了话中的另一重重点。我再忍不住捧着陆商怀的脸吻上去：陆商怀，你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所以他手落在我肩上，眸中充斥着好奇与期待。没有所以，只是我想和你说，我爱你。我对你不是7分的感情装出10分的爱意，我爱你是此消彼长，永不磨灭。话落，我便看见陆商怀的喉结滚动不停，那是他动情的标志。一夜好眠，天还没亮，陆商怀便从摄像机的盲区穿过，若无其事地回到房间。很不巧，我和陆媛媛的房间很近，陆商怀的动作被陆媛媛捕捉个完完全全。吃过早饭，陆媛媛便凑在我身边揶揄：老夫老妻的，克制点 ，OK？ 知道的知道你们是在录制节目，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在玩地道战。这话你跟他说啊。我努嘴，示意陆媛媛抬头向前看。杀了我吧，爱情的酸臭味我真是闻够了。好家伙，比螺蛳粉还呛人。少来，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单身狗。单身狗怎么了？单身狗又不吃你家米饭。陆媛媛说着和我比划，张牙舞爪的模样像极了炸毛的小猫。他的这番单身狗言论得到了季佳佳的深切认可，两人短暂的化干戈为玉帛，将矛头指向我。我这边打得闹闹，陆商怀和池佩年就站在一旁看热闹，说不出的和谐。屏幕前的网友看得更是开心，这种打得闹闹又温馨的时光真好，极度令人舒适。岁月静好，阳光温柔，真是意想不到的综艺走向。看赵姐前妻那架势，我还以为他们会掐起来，前面的笑死我。就赵姐那张嘴，一打10都没问题，怎么可能会打起来？但谁也没想到，一场抓马又吊诡的闹剧正向我们袭来。综艺录制到一半时，娱乐圈老前辈白玉峰腰伤复发。幸运的是，白前辈没有大碍，但也无法参与到后续的节目录制。节目组便请来了时尚模特金小小作为替补嘉宾。金小小五官大气，说话爽朗，是那种很容易给人好感的女生。不过在接下来的相处中，我就发现她远没有外表表现的那般大方爽朗。金小小来时带了2个26寸的行李箱，偏偏她的房间安排在3楼，行李箱又笨又重，考虑到女生不方便，思月礼貌询问需不需要帮忙。金小小大手一挥，拒绝了思月。不过是2个行李箱，又不沉。我和那些娇滴滴的女生可不一样，我有的是力气。她说这话时，眼睛有意无意落在陆媛媛身上，眼神带着几分打量。我不知是我多小还是其他，毕竟入住时，池佩年便主动过来帮陆媛媛搬行李。弹幕很快跟着夸赞金小小，金爷威武霸气，就是和那些矫揉造作的女生不一样。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男友力吧？想家。好喜欢金小小这种性格的女生，用实际行动体现出了男女平等。现在社会风气不好，男生只要不帮助女生，不让着他们一点，就被骂。真希望多点金小小这样的好姑娘。金小小没来之前，弹幕一片和谐；她来之后，弹幕好似蝗虫过境，恶心的不行。若是这种言语上的内涵，便算了。偏偏金小小开始了她的祸害之路。节目组的录制氛围轻松，吃过午饭后，我就和陆商怀去附近的森林公园散心。谁知道一回来就看见陆媛媛几人在大厅内挤成一团，看那架势并不妙。果不其然，还没等我上前，陆媛媛和金小小争吵的声音便清清楚楚地传到我耳朵里。抱歉，吃光了你的巧克力。多少钱？我赔给你。金小小说着便掏出手机。她这一举动也激怒了陆媛媛。那盒巧克力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在稍微大点的商超就能买到。可那是4月第一次送给陆媛媛的礼物，对于陆媛媛来说意义非比寻常。她守着护着，甚至还留神防备我过去偷吃。谁想到她防住了我，却没防住自作主张的金小小。陆媛媛在气头上，声音也捎带着几分哭腔：你懂什么？你赔不起。不就是个巧克力吗？说的好像多金贵一样。我吃了你的巧克力，你还想要我的命不成？更何况那巧克力我也不是馋的想吃，是小助理低血糖犯了，我拿给他应急，我有什么错？难道在你心里，区区一盒巧克力还没有人命重要？真是懒得和你们这种女明星打交道，矫情的要死。金小小嗓门高，段位更高，3两句话下来，便给陆媛媛扣上了矫情、冷血、惹事精的帽子。争吵声惊动了思月，在清楚前因后果后，她眉头微皱，走到陆媛媛身旁打圆场：乖，别闹了。小小她也是出于善心考虑，不是故意的。
更何况区一盒巧克力，你要是想吃，我再给你买新的。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被4月这么一说，陆媛媛非但没有被劝好，反而更委屈了。小插曲被摄像头捕捉，网友也为此吵得不可开交。不就是一盒巧克力吗？陆媛媛也太小题大做了。前面的恋爱巧克力是媛媛和4月第一次约会时4月送的礼物，媛媛一直很宝贝的。就算是礼物，说到底不还是巧克力？再者说了，4月已经答应要给陆媛媛买盒新的，她干嘛非得揪住这件事不放？搞得好像全世界欠她的一样。网络小公主惹不起惹不起。4月你擦亮眼，趁着还没和小公主定下来，赶快跑，不然以后得天天看着这座京。通过节目组的监控器，我和陆商怀也看见了网友的评价。我笑了，有些人蹬鼻子就上脸，不收拾收拾他，还真拿自己当盘菜了。我拨开人群冲上前，直接对着金小小开队。哎呦喂，这么热闹，我还以为谁驾鹤归西了呢，合着没人死啊？没人死吵这么热闹，我还寻思这里出人命了，这不白瞎我进门扒拉通讯录找白事班的功夫了。我还琢磨着请上8个师傅吹上一吹，顺带把周围的父老乡亲请过来吃上10桌8桌的。你这小助理不是活得好好的吗？那小脸粉扑扑，看着身体倍棒，活个10年不成问题啊！小助理被我说得面红耳赤，低头不语。前辈，我尊敬您，才叫您一声前辈，但您这也太欺负人了。青青不过是个打工人，有什么事儿你直接冲我来。小姑娘脸皮薄，受不了你这么骂。金小小说这话时，一副正义凛然的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在和什么黑恶势力拼死搏斗呢哟。你哪只耳朵听我骂小助理了？我不是在正大光明的内涵你吗？不是你一口一个人命的说。怎么着，年纪轻轻就得了老年痴呆？3分钟前说过的话，扭头就忘了？那你出门可得小心点，这要是走丢了，还回不来了。直白又猛烈的攻击，打得金小小猝不及防，她干脆不装了。赵依然，你说话怎么这么没素质？妈耶，你参加节目前一点功课都没做吗？素质是什么东西？我赵依然有那玩意吗？被我伤害过的季佳佳毫不犹豫补刀，哈哈，那2个字自从你出生那天就被你从新华字典上面抠了下来。金小小瞪着我，一脸不可置信。确实，他遇到过这么多人，头一次见到我这种清新不做作、敢于直面自己勇士品格的神人。当然，我对金小小的反击远不止此。我这人兼揽蝉华，五毒俱全，就一点好护短。陆媛媛这小妮子是做精也好，是恋爱脑也罢，她只有我能欺负。我没素质，你是小偷，咱俩半斤8两，谁也别笑话谁，你才是小偷。我偷什么了？金小小气得想打人。不问自取便是偷的道理，你没听过？读书人偷那叫抄袭就算了，你一个浓眉大眼的模特，怎么也干起这种鸡鸣狗盗的无赖事？我说了，那是轻轻低血糖犯了。我拿巧克力是想让他舒缓一下。是啊，你多贼呀，多会借花献佛呀！小偷见了你都得甘拜下风，叫一声活菩萨。金小小很气，无奈我话太密，根本没给他反击的机会。我拿起包装盒，对着摄像头展现的完全恕我孤陋寡闻。低血糖可以吃几块巧克力缓和，谁家低血糖吃一盒巧克力缓和？何况那是微罗氏的9星巧克力，正常人吃了1块就会头晕眼花，他一个低血糖吃1盒，你糊弄鬼呢？还说圆圆矫情，那你算什么？自导自演，又表又坏。这场战斗，我全程压着金小小打，不给他一点反抗的机会。骂人结束，陆媛媛哭着扑进我怀里，呜呜，赵依然，呜呜，我再也不说你是我后妈了。打住！我紧急叫停陆媛媛立下的 flag。你别以为你是我妓女，我就不说你。为了一盒巧克力，你至于和金小小撕破脸皮吗？那不是一般的巧克力。陆媛媛低声辩驳。是，我知道。是4月第一次送你的礼物，你宝贝的紧，我多看一眼你就换10个洞把东西藏起来。但送你礼物的人都不在意，你又何苦难为自己？再者说，你因为一个10有8九不会走到一起的人，把自己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让家人、朋友甚至粉丝替你担心，为你受怕，犯得上吗？陆媛媛，你已经22了，不是小孩子了。弱小可怜无助但能哭的陆媛媛，别骂了，别骂了，舆论很容易被操控。再出现不利于你的舆论时，不要顺着对方的思路自证，而是跳出这个逻辑之外，主动出击。我这番操作毫无意外征服了网友，弹幕开始活跃起来。妈蛋，赵姐这嘴皮子动起来活脱脱一机关枪，话又多又密，攻击力还强的一匹，重金求购赵姐的铁嘴一仗。我去，一碗水端平，不仅精准打击了金小小，还教训了陆媛媛。赵姐，你是我唯一的姐。感谢赵姐为互联网贡献的一出精彩好戏，以后许多年，恳请您多多发言。赵姐，我愿称之为地表最强后妈。前面的你的损色我喜欢，你的私信记得关。当然了，弹幕这么和谐，也不都是我的功劳，陆商怀没少处理。
看到攻击陆媛媛的弹幕时，他就派公司的技术小哥查找恶意言论的根源，然后精准攻击，废掉对方的老巢。睡觉前，我在后院看见了风尘仆仆的池佩年。池佩年朋友有一个紧急项目，找不到人手，便求到他这里。和导演组沟通过后，他就请了3天假。陆媛媛和金小小发生争执的时候，池佩年并不在现场。即便这样，他还是没忘记关注陆媛媛的一举一动。看见舆情后，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剧组，来到陆媛媛身边。池佩年见到陆媛媛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我没有在你需要我的时候及时出现。”不知怎么，听到池佩年这么说的时候，陆媛媛的眼泪不可控制地落下来，不是委屈，不是伤心，而是一种找到靠山后的放松。池佩年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一秒，所有的情绪似乎找到了一个最合理的发泄点，于是白天中的千万种情绪便顺着那个点倾泻而出。池佩年是第一次碰见女孩子在他面前哭，一时间手足无措，只能笨拙地安慰陆媛媛，责备自己：“媛媛，你别哭，都怪我，怪我出现的时间太晚。呜呜，怪你就怪你，怪我，乖，别哭了，再哭就成小花猫了。清清月色，撩人心魄。”比月色更加撩人的是站在陆媛媛面前的池佩年。“你不许动，让我抱抱。”陆媛媛说着，扑进了池佩年怀里。在陆媛媛扑在池佩年怀里哭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小妮子应当认清了自己的心。陆媛媛的性格有些小贱，喜欢对信任的人蹬鼻子上脸。对池佩年来说，夸一个人可爱是他喜欢的开端的话，那么对陆媛媛来讲，信任便是打开他心门的那把钥匙。漏，你们别光抱在一起啊，亲亲啊！亲人也不犯法。我站在榕树后面，为我的 CP 高举大旗。到了最后，旗没举完，我整个人就被陆商怀一个公主抱扔进他的卧室。咦，别看其他男人，我会吃醋，那可是你未来女婿啊！女婿也不行。说罢，又是一夜好眠。次日清晨，我和顶着熊猫眼的陆媛媛相见，她抓住我，慢半拍地问了个问题：“赵依然，昨天你和我爸什么时候回来的？”就在金小小内涵你第一句的时候。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过来帮我？废话，我要是不让你撞南墙，你怎么知道南墙有多痛，池佩年有多好？陆媛媛摩拳擦掌，想打我又打不过，只能恨恨咬牙。金小小是个打不死的小强，在恶心陆媛媛的路上反复横跳。偷拿巧克力一事过后，他又把目光锁定在了思月身上，不时做出点暧昧的小举动，以激起陆媛媛的怒火。陆媛媛是个急脾气，被他激怒了2次。这2次中，思月都是一副和稀泥的状态。陆媛媛虽然偶尔犯蠢，却不是真傻。在巧克力事后，便意识到自己心意。一直以来，他喜欢的并不是思月这个人，而是思月当年出演的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影视剧人物。认清这一点后，他和思月彻底划清界限。丝绸之路 CP 粉火速解体，投入新的 CP 阵营。小时光收官当日，陆媛媛便和池佩年官宣了2人的关系。池佩年官宣博下面热评第一分外有趣：哥被绑架了，被绑架了你就眨眨眼，年糕们火速救你。这条评论说出了粉丝心声，点赞飙升。池佩年也在第一时间回复了对方：遇见他是我的幸运，在确定他也喜欢我后，我1秒也等不了。余生漫漫，和他在一起的每1秒都是我的幸运。年糕们，别回了，酸死了！你有爱情你清高，你有女朋友你了不起。陆媛媛和池佩年官宣后不久，思月也和金小小确认了关系。不过这2人的风评并不好，这还要多亏金小小，有事没事就拿陆媛媛出来说事，次数多了，大家便厌烦了。不仅如此，金小小那副有事没事就称爷、营销的特立独行的大女人人设在另一场恋综上翻车。在经历过参加综艺带来的流量红利后，他心思也不用在专业上面，很快被秀场除名。陆媛媛和池佩年的婚礼上，思月作为特邀嘉宾出席。走花路前1小时，思月还给陆媛媛发信息：媛媛，如果你不愿意嫁给池佩年，就和我说一声，我一定会义无反顾带你走。陆媛媛没有丝毫犹豫，回了个滚。我看见那条消息后，直接安排秘书找几个人，趁着夜黑风高，给思月脑袋上套麻袋狠狠打一顿。秘书找人的时候被陆商怀撞见，他又安排人把思月打了一顿。当晚，陆媛媛和池佩年这对小情侣甜甜蜜蜜，恩恩爱爱。陆商怀拉着我的手，躺在星空下告白：依依，遇见你，喜欢你，和你在一起，是这一生中我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我捧着他的脸，用热切又直白的行动回应。高情商系统的任务，早在我怒对金小小的时候已然拉满，只是生活太好，不知道许什么愿望。现在见到陆商怀，我突然想到了我的愿望：一辈子太短，我想和陆商怀在一起，朝朝暮暮，生生世世。我要在上面。全文完番外，领妖故人很多年以后，陆媛媛才明白他那个黑心黑肠满嘴跑火车又飒得不得了的小蛙的眼光为何如此犀利。
能够在他还沉迷于私悦的偶像光环时，及时带他发现池佩年，撮合两人走在一起。不是眼光优秀，不是阅历丰富，只是许多年之前，他已经走过了一次弯路。赵依然看中的也不是池佩年，而是他眼中和陆商怀如出一辙的爱意。有些爱意没必要消磨，有些时光没必要蹉跎。02揽明月，池佩年第一次碰见陆媛媛是在初一那年，母亲病重，他为了10万医药费，被一群富二代按着肩膀学狗叫、啃泥巴，狼狈不堪时，陆媛媛携一身霞色而来。他拾起他的手，将他护在身后，斥责那些富二代落井下石的行径，替他交足了母亲的医药费。他说：“世上不幸的人已经很多了，不缺你这一个。医药费不用还，就当是放贷了，等他有出息那天再还给他就好。”那一天，他好像摸到了自己的月亮。10余年后，他终于有幸揽月入怀。03典当，陆商怀原本是陆家的私生子。陆商怀对他母亲的印象不深，只是听陆家的管家提起，陆夫人用了1000万从母亲手里买下他。陆夫人是个高龄产妇，生陆大小姐早产，所以陆大小姐自娘胎里生下来便体弱多病。陆商怀自小便被陆夫人养在身边，委以支撑陆家的大任。说是这么说的，陆夫人并没对陆商怀抱什么指望，在她心中，这孩子日后不必多有出息，只要照顾好她闺女就行。陆商怀13岁时，陆媛媛出生了，陆大小姐的身子更虚弱了。更恨人的是，陆媛媛生父是个骗子，为了吃绝户才和陆大小姐走在一起。知道真相后，陆大小姐按着陆媛媛的头，让她给陆商怀叫小爸，没什么别的意思，只是和陆夫人一般，让陆商怀多多关照陆媛媛，别让她吃苦受累。约莫交代完后事，陆大小姐找了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叫来了几个道上兄弟，把他骗子绑起来，打晕，扔进麻袋，投进公海。此后，陆大小姐病体缠绵，死在陆媛媛10岁那年。陆媛媛14岁时，正处于青春叛逆期，不服管不服教。陆商怀决定找个家教，好好教一下这小妮子。结果消息不知被哪个醉猫瞎说，传着传着就成了给他选媳妇。机缘巧合下，他碰见了卖女求荣的赵大海。陆商怀本来打算放赵依然离开的，只是这个念头在看见赵依然睁眼央求他的时候像个完全。好人当久了，他也想做个主宰别人人生的魔鬼。他清楚赵依然有个相伴10年的竹马，那又如何？那小子还不是没经住诱惑。他给过他们机会的，是他没有珍惜。好在赵依然不知道这个消息，不然以他的性格，非得和他拼了你死我活。陆商怀清楚，有些秘密要隐瞒，那就得瞒一辈子。他没想过，一时兴起的念头陪上了他一生。只是这一生，何其有幸碰见他。